第2章不好读的这个作曲读得非常好。我们将那个事实读出来可以了解很多。马太福音里面呢有几个人要注意的，刚刚那个作曲已经讲出来。第一种人叫做博士，博士他不是犹太人，博士他认不认识旧约的事情呢？不知道。好，第二种人叫做祭司长跟什么文士。这些人了不了旧约啊？了解。第三种人就有权有势的人叫希律王。那这3种人代表什么？就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的。所有圣经读的时候，神的预言呢，就是不受到时间空间的影响。博士就讲到不认识神的人，因着神的光，有人去研究那个星是从哪里来的，那个是不懂读圣经的人去读的东西。我们了解圣经的人就很知道，这个星就是神的光。创世纪第1章，神第一天造的是什么？光。光不是太阳，也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光就是神的荣耀。因为创世纪第1章一开始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乱，也没黑暗，神的光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神的灵其实原来就是光的意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什么？有光。为什么？因为世界本身创造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所以创世纪的第1章的第1节跟第1章的第2节跟第1章的第3节，这3节圣经那个距离有够大，这不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但是当我们读完整本圣经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神起初创造天地是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创造的天地都是好的，对不对？神创造不会创造不好的，神会不会创造空虚混乱的？不会。所以创世纪的第1章里面讲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就一句话讲到天地的创造就是神创造的，他创造都是什么？好的。下面一句话是第1章的第2节讲到什么？空虚混乱。神会创造空虚混乱的世界吗？不会。所以从第1章的第1节到第1章的第2节，这中间的关系，我们要看完旧约才能够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明白一点，神起初创造天地是非常好的，但是神有创造一些活物，叫做天使。以及这天使，其中有个天使长，因着自己的创造的太好了，他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他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也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所以美丽的不得了，他有非常大的能力，所以他心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意念。他觉得他应该跟神一样什么同等，就好像一个老板有一个佣人，一直用他，训练他，培训他，变成非常非常有本事。那个佣人突然的有一天，那我应该来当老板了，这就是背叛。如果发生在以前皇帝的时间呢，对不对？他的大臣什么？这个每次打仗都是我去打仗，我都是很厉害。他突然间有一天想到说，以前都跪这个孩子的面前，对不对？他是君，他是臣，上面是君。突然有一天说，我来做君算了。他有个什么背叛的灵？因为有这个背叛的灵，神知不知道他的天使长在背叛他？他知道，我们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到了王袍加身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赵匡胤是个坏蛋，对不对？否则周朝的皇帝不知道赵匡胤是有背叛他的，对不对？所以神知道以后呢，就将他们处理，将这些天使处理他，去到哪里呢？去到地球，来到地球。我不是在讲那个太空学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就来到地球。你呢，不是只有一个天使长下来，还有很多小喽啰是吧？跟着他，所以有1/3的天使跟着天使长一起堕落，这是在以赛亚书、以斯帖书里面讲到的故事。堕落来到地上，撒旦是代表黑暗，所以在黑暗的地方，黑暗来到这个地球，地球本来创造是好的，所以有人说我们人的历史就是6000年，我们
大概算，大家所有读经的人都相信，人的历史6000年，但地球比人早很多，因为地球是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就是第1章第1节的宇宙的创造。你的地球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变成空虚混乱，中间的连结是要从大先知书里面才能看得到这个连结。你的撒旦堕落以后，有4/3的天使跟着他来到地上，你的撒旦代表黑暗，所以整个地都变成什么？空虚混乱。大家了解吗？创世纪几个字啊？所以为什么摩西写创世纪，所有写书的人都觉得写得太伟大了？那不是他写的，是神启示他写的，简单扼要。你的空虚混乱以后呢，就湮灭黑暗。你的第3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第2节是撒旦控制的地上变成什么？空虚混乱，湮灭黑暗。这样了解了吗？不是神创造空虚混乱湮灭黑暗，很多基督徒不了解。哎呀，神本来有个天地，有个地在里面很糟糕的，神去将它整理一下，不是这个意思，是有人破坏了，所以神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第3节就讲到神的创造，所以第1节是讲到神很早以前创造天地，第2节讲到天地被破坏这个时间多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有人研究地球有几亿年呢，这个不出奇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但是从第3章开始，第1章的第3节开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有光就有光，因为神代表光，所以来到地上的时候，一切的黑暗就要分开。所以很多人会问我说，神为什么创造黑暗？神没有创造黑暗，是撒旦将地球破坏了，形成黑暗。阿们吗？你的神一来到，光一来到，黑暗就就驱散了。所以创世纪第1章如果慢慢读下去要读到马太福音第2章，我们才能解释那个事情，才能够明白那个事情。所以我们刚刚作者讲得很好，读经是要下一点功夫。那你不要说你今天是偶尔路过进来这边，你能够明白我讲的东西，那不容易的你大概听一听就好了。你知道有这个事情，你觉得有兴趣，你应该下定功夫下去学，这个是才真正的态度。很多就有个错误的观念，就像我是个医生，我突然进到一个工程师的学位里面，我一去听他们讲太空用水，我有没有可能听得明白啊？听不明白。我真的对他有兴趣，我应该下定决心从头学习。今天太多的基督徒听不懂，当然听不懂。你路过进来怎么听得懂呢？对不对？你偶尔来一次怎么听得懂呢？你一定要下定的决心去花我的。你觉得有道理，我下定决心我要从头来。所有事情都要坚持，不坚持地上事情都做不完了。你看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坚不坚持？坚持，对不对？这个爱德森坚不坚持啊？坚持。他失败在做，失败在做，对不对？比尔盖茨坚不坚持啊？他坚持。你看我们这个郭老板坚不坚持啊？坚持。他不坚持怎么可能这样子啊？对不对？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坚持啊。读书要不要坚持啊？要坚持。对不对？你做任何工作，你做生意要不要坚持？坚持。但是我们常常坚持是错误的坚持。那你怎么坚持？真的坚持呢？就需要神来带领。所以神没有创造黑暗，是撒旦破坏了这个神的创造。你的神要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光就先出现。所以光不是讲的太阳，也不是讲的月亮，也不是讲的星星，是讲的神的光。这个光在新约旧约出现过很多次，最明显的一次就是在这边看到一个星，星原来的原文里面就叫做光，看到光。这些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看到光，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愿意什么？顺服，愿意顺服。今天如果这边有福音朋友来到这边，你突然之间说，原来神就是光，我愿意顺服。我虽然不了解，我愿意跟，顺服就是跟了，跟着光走到有答案出来了。博士本身跟犹太人没有关系，他不了解圣经，但是
不了解圣经的人，他愿意顺服，愿意跟，却看到了谁啊？弥赛亚。这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这中国人，我们跟犹太人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我们中国历史都读不好，来去读犹太历史，对不对？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一天，天堂有人跟我们讲耶稣这个事情，看到个光，有人看到这个光不动光，到时候那个光只有给那3博士看到吗？当然不是，很多人看到，但只有3个人什么愿意跟随。很多人听到福音，听到耶稣，听到基督教，他嗤之以鼻，对不对？不可信，假的，取笑。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跟。有人跟一半就离开了，跟，发现没感觉，没味道。对，有人跟，发现说这个难处越来越多，对不对？有人跟，信了耶稣以后，问题还存在，就半途而废。所以这首诗歌啊，叫做“他们跟随耶稣”。这个是我们大本诗歌。所以我现在就是很多弟兄姊妹的建议啊，不单只是我们小组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想恢复我们那本诗歌的创作，所以牧师也同意，所以我们有3次的时间，就2月9号、16号跟16号再加7，23号，连续3个礼拜啊。过完年以后，刚刚结3礼拜，我都在教会，所以我带大家怎么来看那本诗歌，唱旧的诗歌。那个诗歌是几千年下来的诗歌，都能够继续在唱，表示这个诗歌是很好的。现在的新的诗歌有新的诗歌的目的，新的诗歌比较简单，像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就可以听，比较简单。但是新的诗歌你要背下来，要那个故事很难。但旧的诗歌，我现在在车上哼，全部是旧的诗歌，我很少哼到新的诗歌，因为旧的诗歌会有生命。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原来的意思是他们跟随羔羊。他一开始从伯利恒开始一个故事，经拿撒勒一个故事，经这个科西玛丽一个故事，经这个那个哥哥塔一个故事。一共有7节，他7个故事就用诗歌来唱给大家听，所以你就会很有这个连体的感觉。所以这些人不认识，但是他愿意跟到一个地方，那个心突然就什么停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跟耶稣也是一样，不是说你一跟马上看到耶稣，那就接走了。对不对？就世上就没有人马上接走了，对不对？对不对？不是，我们除了跟耶稣，还要学习耶稣。跟耶稣学习耶稣最大的一个目的，神要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经历他的存在，这是最大的目的。所以难处的时候，你不要发怨言，你要感谢神，让我经历你的什么存在。你没有病，你找医生，显不出那个医生厉害，对不对？这个掉了点滴，插了管子来见那个医生，叫你救起来，你的感恩会比较大一点。那你说人怎么这么那个？这个照你说的，对不对？人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你问问看，你是不是这种人啊？对不对？一定是啊。说我们人啊，很多难处啊，你要学习感恩。你感恩的时候啊，神说这个难处就变成你的食物，你会强壮起来。所以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些人永远就是很脆弱的，结果一感冒来马上就neumonia，不是neumonia，就是马上肺炎了，对不对？因为什么？他没有抵抗力。你要有难处，你会变成食物，你吃下去你才会强壮。那难处会越来对你们越摸不着你。否则的话，一个人随时摸你一下，你就会倒的，你就会趴下去的，对不对？你是不能讲的，你是不能培训的，你是不能做事情的。为什么呢？你谁都不敢碰你的。我们只有对孩子是永远客客气气，不会跟他讲道理的。你跟孩子讲什么道理呢？对不对？一个3岁的孩子，
不要哭了好不好？爸爸找工作不容易啊，他听不懂的，他还是哭的，对不对？你面包过去，他就不哭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在教，其实你认不认识神呢？你的属灵生命有多少，自己可以知道。哦，你很容易受伤的。自己也没有什么作为的，那你还是个孩子。你很多事情来的时候，你会处理的，你会了解，你会建造的，你就是个大人，对不对？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感谢神的，你是个大人。小孩子他不了解困难的目的在哪里，所以博士不了解犹太的文化，但他愿意跟随，他却看见了耶稣。今天我们都不了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了解犹太的文化，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一步步跟随，我们看到耶稣。所以当博士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博士是很有地位，很多人就解释这个东西。我不太愿意去解释这种很细的一些东西，因为什么？细的东西，神讲的事情讲的如果很绝对，他就很绝对；神讲的很大，见仁见智都没问题。有人说这个博士从哪里来，从哪里来都没问题，你要怎么解释都没关系，因为神准许你这样解释。哦，这不得罪神的，也可以的。有人解释这个星是什么星，哦，这个是哈雷彗星，然后这个是北极什么星，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最简单，接着是神的光。当时很多人看见，但只有3个人愿意。这3个人跟到哪里来到伯利恒。到伯利恒之前，他先去问以色列的君王，表示这3个博士不是一般人，他随时可以看到当地的君王，他不是一般人。他问希律师，那天生要做王的，做犹太王是谁呢？他是天生的。希律知不知道？希律不知道。为什么希律不知道？因为希律他有一半是以扫的后代，他是以东的人后代，他有一半。那另外一半是历史说他是米亚麦人，他是买密尼人，不知道，就是他是另外一批的人，他是混着，他大部分他爸爸是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是君王，他马上问那个祭司长跟文士，你看祭司长跟文士都在旁边呢，都在君王的旁边呢，他有的时候我要去查一下资料有没有，马上就打出来。身在伯利恒，表示这种祭司长跟文士对圣经熟不熟啊？熟。那问题来了，博士对圣经不熟，但是他愿意跟，所以他看见真理。这些人对圣经很熟，却漠不关心，他看不到真理，对不对？现在很多的教会神学院对圣经很熟，但是他不愿意跟，他看不到真理。他懂这个理论而已。这3个博士来到，如果这些祭司长跟文士真的觉得，突然间想起来，这个弥赛亚应该生在伯利恒，他应该跟着3个博士怎么一起去跟他没有，他漠不关心。这是第2种人。第3种呢，就有权有势的人，他不但是漠不关心，还公然的什么对抗。要将这个生来做弥赛亚的人要叫什么？杀掉，公然对抗。所以世界上3种人，见到神的亮光的时候，有人愿意跟随，也就看到神的神迹，看到弥赛亚。另外一种人是漠不关心的人，你看不到。第3种人是公然抵挡的人。现在世界上是不是3种人？对不对？跟随耶稣的基督徒。第2种漠不关心的，哎，宗教对我来讲，哎，没有，你什么我不太需要，漠不关心嘛。第3种什么？公然对抗，回教徒，其他的这个同性恋徒对的批评，公然对抗，这3种人，我们今天是第1种人。所以马太福音第2章就读到这3种人的事实，那结讲圣经你懂了一半，那还有另外4个事实，就是作曲方的讲了3个，第1个就是地方，第1个地方叫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在很后建成以后，列王记的时候
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才有这个字的出现。撒母耳记上耶路撒冷还不是叫耶路撒冷，在创出利民圣经里面没有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都讲了将来的事情。那个时候不叫耶路撒冷，叫做摩利亚山，听过吗？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摩利亚山。然后到了最后，大卫要建国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大卫的年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他要数点以色列的什么人数？就撒母耳记下，没有记错的有24章。他计算人数，计算人数有什么罪呢？对不对？那君王算户口调查有什么罪呢？因为他心里面骄傲，他觉得我太强盛了，我看看我到底有多少的子民。所以神知道他的骄傲，神也常常叫摩西算人数嘛，对不对？人数记就算了嘛，60万3550人，对不对？38年后再数一次，60万1703人，对不对？就民数记2个数字读懂了，就整本书记就读懂。你读不懂这个数字，你民数记就读不懂，对不对？所以大卫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知道他犯了骄傲。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骄傲起来的时候，神要你一点难处，你要为他感谢神，就是神要你不逾矩试探，不要是你搞砸了才来处理，在一搞的时候就马上神处理。神说大卫心里骄傲，大卫马上跪下来就说求神赦免我。神说不行，我这次不惩罚你，你下次还会骄傲，让你有感觉痛的感觉。所以惩罚的痛是让你有经验法则，对不对？这个你作弊，考试作弊如果大家没事，你会作弊到一辈子。如果你被一个老师抓住一作弊，站在球场中间，这个学校球场中间，光天化日，一个人站在中间，上面写了一个牌子：我作弊。我跟你讲，你从此以后不敢作弊，因为这个痛会让你了解这个事情发过来。法条的根据也是这样。法条不痛，刷不着人。所以我们的法条现在为什么刑法不上士大夫？他有方法去解决，用钱用代替。所以法条就对他们没有。法条原则上是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不要再犯错的下去。所以大卫马上认错，神说我要惩罚你，但是我给你 multiple choice， 给你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什么？饥荒。第二个选择呢？罪感。对，这个就是第三个呢？瘟疫。你们不错很有腥味。读了3年圣经，还有点料，对不对？这个大卫选择什么？3天的瘟疫。他为什么？他讲了一句话：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慈悲。有恩典，他落在敌人手中，他知道是尸骨不传。所以瘟疫是来自神，所以当瘟疫一下来的时候，就死了多少人？7万多。7万人一天，他马上就是悔改、痛苦，所以圣经里面、诗篇里面讲的时候，懊悔痛苦的心，你什么？绝不轻看。所以我们如果做错事情，我们在神面前痛悔，神会赦免我们。而且连生命会成长。我们最糟糕就是死不认罪，就像就像那个扫罗一样，死不认罪，顶着，对不对？跟神辩论，所以神的灵就离开扫罗。神的灵一离开扫罗，撒旦灵就马上进去，仇敌的灵马上进去。所以大卫说：“神啊，你赦免我，这跟我的百姓没有关系，你惩罚我好了。”神看到大卫的懊悔的心，神马上慈爱出来。他说：“好，你做件事情，你要献祭。去哪里献祭？摩利亚山上有个地方叫做亚卢拿。我这个有够难的，亚卢拿是吧？亚劳拿。被他们搞了。劳作的劳了，第二个，对不对？这个亚劳拿，这个很难的。这我们这个阿里亚里山，对不对？这个阳明山多简单啊，这个亚卢拿，
很难读的，对不对？我们更难。你记错的话，这个劳力失去了，对不对？你呢在那边献祭，那个禾场是谁的呢？这个禾场背后有个故事。这个禾场是两兄弟，这两兄弟一分家了以后，哥哥住在另外一个山的另外一边，弟弟住在另外一个山里面。因为摩利亚是一个山，耶路撒冷是个山，住在那边。当有一天天气很冷的时候，他们都是农夫。说哥哥说，我现在成家立业了，我的弟弟还没有成家。他的稻田，他的水怎么办呢？山上没有水。我有家，我有安慰，我有太太帮我做家事，我弟弟很可怜。天还没有亮，他的哥哥就挑水，跳到他弟弟的池里面倒满。同时间，他弟弟又在那边想，他说我是单身，我哥哥还有孩子，还有太太，他一定很忙，让他多睡一点觉，我应该起来怎么拿水给我哥哥。然后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走，奇怪，回到家里都看到怎么水塘满了呢？大家都以为是神迹，为什么呢？都我为别人，别人为我，就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口号。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个铁面人的故事啊？有没有读过3000课啊？有5000课还是3000课？3000课，对不对？这3000课建议出来，大家说我为人人什么？人人为我，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故事。然后因为一个这样走，一个这样走，一个这样走，所以个人为对方弄满了水池，都不知道是对方弄的。直到有一天，心血来潮，两个的同一个方向，他们就发现我的水池满了水，原来是我哥哥，原来是我弟弟。所以亚拿鲁河床的意思就亚鲁纳河床，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弟兄相爱。现在美国有一州叫 Philadelphia， 对不对？就是弟兄相爱。美国有个州叫宾州嘛，是对吧？费城，就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对不对？然后圣经启示录里面有7个教会，对不对？有第7个教会就是非拉铁非教会，就是弟兄相爱。所以这个有个故事里面，所以神说你去那边献祭，瘟疫什么马上就除掉。所以那个时候，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你的献祭的地方，摩利亚山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圣殿建的地方。后来亚拿路的禾场，大卫在那边献祭的时候，他要跟那个兄弟买下来的时候，那个兄弟说：“我送给你的。”大卫说：“我不要，我要用钱买的。”钱财的事情在地上喊要清清楚楚。这个就是他的背景。所以第一个耶路撒冷，如果你不读旧约，你就不知道耶路撒冷有这么大的故事在里面。你知道耶路撒冷。第二个位置叫做伯利恒，对不对？第二个名字叫伯利恒。那为什么这个耶稣的生在伯利恒呢？那我们必须要读旧约的路德记，因为路德跟波阿斯结婚是在伯利恒，所以大卫是生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是大卫的什么故乡？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必须要生在哪里啊？伯利恒。现在你知道了。对，你现在了解，就是那后面很多故事，我再讲下去的话，时间因为下午4点钟我还要去那个另外一个小组讲《诗经》第1章嘛，对不对？你会听起来，你圣经听起来，你会发现比那个《三国演义》好看太多了，对不对？那故事的错综在一起，这跟我们生活有关系，《三国演义》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哪里需要草屯借箭呢？对不对？你买个飞弹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有关系。所以第二个地方叫做伯利恒，第3个地方叫做埃及。好，去埃及，埃及代表世界。摩西从埃及带以色列人出来，出红海，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地。所以埃及为什么这个希律要杀孩子的时候，神就命令这个约瑟起来。约瑟有这个人在圣经里面记录不多，但是这个人是非常顺服，对不对？神叫他娶玛利亚，他就娶；叫他起来就起来，对不对？叫他出去就出去，叫他走就走，叫他回来就回来。
约瑟是太顺服了，约瑟太顺服了。所以约瑟在神的国度里面地位是我们不能明白的，很高的地位。他非常顺服，他叫他去埃及。本来这个君王要做谁的君王呢？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也做全世界的君王，但是在自己地方却不接纳他，却要逃到什么世界去，逃到埃及去。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也是神的殿，应该教会应该是顺服神的地方，阿们吗？应该高举神的地方，阿们吗？应该荣耀神的地方，阿们吗？但却教会没有这样子高举神，没有这样子荣耀神，来高举人，高举一个宗教，高举一个志意，高举一个方向，所以神变成就是这个家变成不是他的家，所以神说，将来我来到地上，第一个要审判的是谁呀？教会。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不是从外面开始，从神的家开始，所以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先要这个对外被孝着安内的，对不对？先将内部处理好。所以埃及第四个地方就是拿撒勒。为什么是拿撒勒？拿撒勒在旧约里面没有这个字。刚才这个作曲的查，对不对？这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里面讲到一个地方，这枝子里面有一个新的枝子生出来。那个新的枝子呢，跟拿撒勒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旧约里面没有，他前面讲一节圣经节啊，你看啊，最后一节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什么？拿撒勒人。旧约的先知查不到，没有这个东西。前面作曲查得很好，弥迦书、何西亚书、耶利米书都查到，都查到一模一样，但是没有这个字。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这个呢？所以有人慢慢读圣经多的时候，他明白，他如果希伯来文的时候，原来希伯来文那个嫩枝，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 netzer， netzer， 这个字跟拿撒勒这个希腊文的字相似度80%到90%。那是 netzer， 因为我不会读希伯来文，就是拿西亚，对不对？所以不是拿下呢，是以赛亚书11章第1节，它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嫩枝，这个嫩枝原来希伯来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拿西亚，就是现在拿撒勒这个字。但是你会问一个问题：当他们从这个埃及出来，神呼召他们出来的时候，因为那个派人的那个希律死了，他应该回到伯利恒，但是让他看到亚基伯要做，亚基伯是谁呢？就希律的儿子，希律一个有5个还是6个儿子，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有几个孩子？因为亚基伯比希律还要残忍。但是他们发现说，这么多城市怎么不选？要选拿撒勒呢？我们从路加福音第1章26节知道，原来拿撒勒就是玛利亚跟约瑟的故乡。你现在知道了，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不去伯利恒？那为什么不去希伯伦呢？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要去拿撒勒呢？因为他玛利亚跟约瑟的什么故乡，所以回到故乡去，所以被称为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山城。山城是什么出产都没有的，山城是个贫穷的地方。那贫穷的地方呢，所以后来的人对这个地方看不起。我不晓得台湾省有没有哪个地方是很低的，就是人家都看不起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地方？我随便讲的好像听说是西螺的，云林西螺的，很贫穷的嘛，对不对？很贫穷的，就好像中国大陆这个蛮夷嘛，对不对？这个北极嘛，就是那个地方给人感觉是他文化也不好，财富也不好，这个人文气息也不好，所以拿撒勒人被称为拿撒勒人这个名字有点什么歧视。这里说凡纳，是不是说他？现在不能讲凡纳了嘛，对不对？现在叫原住民嘛，对不对？但是常常有的人常常问我，叶医师你哪里人啊？对不对？我说我是原住民啊，他们都不相信的。
对不对？这我皮肤黑黑的，这我还需要做原住民啊，对不对？他们没有读创世纪啊，就不知道语言分开是什么原因，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原住民。所以拿撒勒是有点歧视的，但是神的儿子自己也称自己为什么？拿撒勒，对不对？拿撒勒。所以彼得行第一个神迹，在美门前面看到一个摊子，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什么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最大的炮，他就起来。他没有说奉伯利恒耶稣基督名，也没有奉耶路撒冷的耶稣基督，他奉拿撒勒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在行神迹之前，人在谦卑的地位才有能力。你没有谦卑，看不到神迹。接着是事实道路真理生命，我跟大家分享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启示。3个博士带了3样东西：黄金、没药、乳香。这3样东西刚作者解释得很好。这3个人是宇宙里面第一批敬拜耶稣的人，阿门吗？阿门。他是空手去吗？不是，需要付上什么代价？虽然博士有学问、有地位，远远的来，你还是没有，你还是要付出什么代价？所以他们3个人去那边，刚才作者讲得很好，要来敬拜，跪下来，还要摆上礼物，不要带着2个空空的香蕉去。多少人来教会是带着空空的香蕉来的，空手而来的，这就是表示你对神不够尊重。你真的尊重这个人，你不会空手来，阿们吗？黄金是很贵的，乳香是很多香气，没药是每个人都要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死，对不对？你买一个生发水给人，有的人不需要用的，他没有掉头发就不用了，对不对？你买个减肥药给他，他不要用的，对不对？有的人没用的，对。但是没药每个人都会拿，有用的，因为每个人会死。这3样东西是代表我们不同的生命。所以今天有个启示，你要认识神，虽然你要跟随，你还要付出什么代价？最好的敬拜就是奉献。嘴巴敬拜价值有不大，真正的奉献就是最好的敬拜。所以3个博士是宇宙里面第一批敬拜耶稣的人，他们摆上他们的财富，黄金要不要钱啊？要。乳香要不要钱啊？要。没药要不要钱？要。说你没有奉献的，你的敬拜的人生是有限的。这就是第2章我对大家的启示。所以我不晓得读完第2章以后，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应该有一个问题的，我还没有讲到。很多人读第2章都有这个问题很大，除了拿撒勒这个故事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拉玛的故事，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节？拉玛这个地方。17就应验了耶利米的话，在拉玛听见嚎哭大哭。下面讲了几个字，讲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恩惠，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结有几个孩子啊？2个，一个叫什么？约瑟。第2个呢？对啊。如果你不读旧约，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前面讲到的字，如果你照字去翻译它的时候，你会有困难。拉玛这个地方在哪里？你查一下地图就知道了，对不对？这个不难。好，它这个是你看耶路撒冷向北8公里的地方，听见哀哭的大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他的儿女就是2个孩子，不肯受安慰。其实创世纪里面，我们好像没有听到这样的故事，对不对？没有听到这样故事。你到下面告诉说，因为他们的都不在了。这更不容易明白这些圣经，所以圣经里面有时解经的神启示，做圣经的人写下的东西，不是每个人一下子就看得懂的。就像你看一篇文章，你文学修养好，你可能看得懂的几率比较高很多；你文学修养不好，你看得懂的东西什么比较少。你看个历史书，你
你对历史有研究的人，他一看就比较容易明白。如果你对历史完全不了解，你看根本看不清楚，也看不懂。所以节俭圣经，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你看久了以后，这些圣经里面好像跟旧约里面不是一字对照的话，这些东西都有它的含义在那边。那大部分人节俭圣经大概是讲到拉结，因为是雅各所喜欢的太太。你的约瑟跟便雅悯也是雅各所喜欢的。在旧约里面，他们一直都以约瑟的后代变成以色列的主要的部分，也不是犹大。犹大是当旧约里面结束，新约大卫的子孙来到的时候，犹大才地位显出来。所以在旧约里面，犹大支派控制了几个城啊？2个支派而已，对不对？叫南国嘛，犹太国嘛，对不对？这2个支派，有10个支派控制在谁手上啊？在北国的身上，在控制大部分控制在便雅悯支派跟以法莲支派。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啊，你懂点圣经，你会了解这个圣经的变化的故事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有人说，拉玛这个地方就是当巴比伦帝国攻打由北国、南国灭亡者，将所有的子民都拉走的时候，因为它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北方8公里，在那个短暂的残留的地方，所有以色列这个拉结代表以色列的母亲，哭他的子民，哭他的子民，这些子民已经怎么？已经不在了，他们全部要被掳走。这个是最多圣经学者解释这一章，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我觉得有合道理。那这边是什么意思呢？比较2个光景的悲惨。在那个时候，犹他灭国的时候，所有犹太子民被称为拉结的，这个是国母啊，对不对？被称为拉结的儿女都不在了。现在西律下个命令，2岁以下的什么都要杀掉。这个光景跟那个时候就悲惨。所以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悲惨的故事来形容，哇，好像228事件，是不是？好像南京什么大屠杀，就用那个故事来形容那个时候的什么悲惨。那这个解释不能说是一定只有这个解释，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解释可以什么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有些解释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能够不改变，也除非读懂了圣经，你才知道哪个能改变，哪个不能改变。好，其他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比如第2次了。第1章，所有的圣经读完以后，我们要都背得下来才成功，对不对？我们创出利民生读完以后，我最后就帮他做总结。你根据我那总结东西，你创出利民生其实5卷书你都容易背得起来。马太福音一样，第1章讲到第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耶稣基督的家谱要记起来。那里面有4个特别的女生要记起来，对不对？因为这4个女生对这个新约的真理很有帮助。然后读完第1章以后，后半段有2个名字要记起来，一个叫做耶稣。耶稣意思什么意思啊？他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第2个名字要记起来，叫做以马内利，不是救出来就算了，你要他怎么与神同在？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都不见人了，那你就是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你还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还没有达到标准，你应该与神怎么同在？叫以马内利。所以你这样子3个点了解了以后，马太福音第1章你就明白了。过了20年，你还会解释这项圣经。对不对？因为有时候你作为基督徒啊，如果你丰衣足食，他读经啊，人家让你解释的时候，你要记得起来。有些东西要记得起来。所以我常常说你很多事情，在敬拜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经验好的时候，因为我们开刀有经验的时候，你万一准备个钉子是3寸的，它现在2寸就好了，怎么办呢？你不会就惨了。所以我每次开刀骨科开刀都要准备一把锯子，你知道吗？3寸的量下去只有2寸，就锯掉1寸就好了，问题就解决了。那个傻傻的以为3寸就3寸，一量下去3寸太长了，怎么办呢？再消毒，再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
所以有经验医生，你就会准备把句子，就随时，这是我开什么刀，我就准备把句子。很多人不了解，我的有一个学生，我说主任，你为什么嘴巴就是这样？我就跟他讲，他以后要准备把句子，对不对？反正消毒一起消毒嘛，对不对？不用就不用，没关系嘛。你句子消毒好以后，你分在包在那边嘛，你要用才打开嘛，不用它放在那边，下个人也可以用了。就是要准备，所有事情我们都要准备。所以你对圣经啊，你做一个讲员，你随时人家去那边说，哎，弟兄，今天你分享一下吧。你说对不起，我没准备，下次再来。人家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随时可以有人分享。所以作曲去了对吧？你爸会讲你啊，作曲你在那边，你今天出来分享一下。你说我没准备，你不会，心里面有好多的东西可以讲啊，对不对？我们敬拜也是一样，对不对？我常常跟他讲，会突然发生事件了，今天就发生事情了，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跟他讲，你们今天有看到谱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谱的话，就是全部被哑巴。所以我跟他们讲说，你准备敬拜，你主唱的人、主领的人，你必须要什么？有谱，对不对？应该所有的人有谱。哦，那今天那个 Apple 处理得很好，对不对？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的，对不对？你怎么办？你今天还是大家都同工啊，万一福音聚会怎么办？那人家不笑死你的教会吗？那你怎么办？你有谱。我再教你们一招，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主唱的人读词，副唱的人继续唱，对不对？主唱的读词，对不对？下一句读一句什么？就是你读一句耶稣爱我，大家就唱，就先提词，你知道吗？后面唱就不需要大家闭上眼睛就好了。当一停电的时候，以前我领诗歌，所以停电的时候大家闭上眼睛，我提词，对不对？就唱，大家就唱了。我提完你就唱，你要听就真的读了，这个你要训练啊，对不对？你就不会冷场，对不对？那如果声音没有搞，你怎么办呢？你除非你有办法记得起来，否则你不要小心。那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全部停电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用今天的诗歌的话，让它安静在神的面前。最好的祷告就是用唱诗歌里面的词来做你的祷告。所以你每一次的祷告都会不一样，否则你不用圣经里面词，你每一次祷告大概 A 几个人大概是接几句祷告是10句里面大概8句相同的，因为你没有生命，你就用当里面的词，所以你要好好唱那个词。我们这一次啊，2月9号、13号、16、23 3天，我就教大家怎么唱诗歌，怎么准备，怎么祷告，怎么摸大家的生命。唱旧的诗歌的时候，我到你带的时候，大概有1半人以上都在哭，也叫生命。你现在很少看到敬拜或者有人在哭，对不对？你真正有生命的诗歌就摸唱，这是第2个方法。第3个方法，每一个敬拜团，你必须要有些诗歌是非常非常非常熟的诗歌，什么都记不起来，你可以用闭上眼睛都可以唱得出来的诗歌。这是你生命的讨论。就像我有4、5首诗歌，我很熟，我不需要任何的现场伴奏，我就可以唱给大家听。我就读词让大家唱。我最喜欢一首诗歌，就是“你是我一切最亲”。有听过的？是不是现在可以唱？我现在可以唱啊！记得天祥你会唱吗？对不对？对，你是我一切最亲，我是我一切最好。你拍手也没有用啊！拍手也没有用啊！你是我一切最亲，你是我一切最爱，痛苦是安慰，喜乐是生命。音不太准的，因为我就是这个料，对不对？但是有很多诗歌，比如刚才我讲的重播量，重播里人他们懂神。学习耶稣的忠贞，这些歌都可以唱的，你也可以唱奇人恩典，对不对？这个奇人惊人恩典，对不对？你可以唱的都来救无赖的我，这个起音怎么想？前程似龙，敬杯。
这个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对不对？让我长生在你怀，你所流的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个很美的，对不对？你唱起来觉得说，哇，这是你会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每一个你招待的也有招待的法宝，你导读的也有导读的法宝，你敬拜也有敬拜的法宝，你读经也有读经的法宝，你解经也有解经的法宝。那这一切的法宝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多练习，明白吗？所以丰益族弟兄姊妹，你愿意练习的人，你就会很快成长。哦，如果是路过的，或者是你不能持之以恒的，你很难成长。你的生命到了最后，你还只知道圣经有66卷，你其实搞不清楚东南西北。你一定要下定个决心下去查。而且我鼓励弟兄姊妹，你第一次失败的，你更要试第二次，因为你通常一般人来讲。做生意啊，我最近开个《泰》杂志啊，我不晓得对不对，你们做生意的，它是统计啊，做生意第一次做生意的人95%是会失败的，高不高？但他说啊，第二次再试的时候80%会成功的，厉不厉害？厉害。所以第二次很重要。大部分人都是一次就什么害怕了，放弃了，那你就是那个5%的人。你不是5%的，你就95%的人，你是会失败的。但是你第二次的时候，你成功率有多少？有80%。所以第一次导读失败，你应该什么？送礼给这个天祥，对不对？天祥，拜托再拍我一次好不好？黄金、乳香、波药，对不对？对啊，送给天祥嘛。还有就是这个凯悦的餐券，对不对？有用的，对不对？你再不好了，你再送2张嘛，对不对？插队去排嘛，对不对？但你不是，你没这种态度，我跟你讲，你有这种态度，你的读经生命不好，我跟神去算账，不会的，你就是不够认真，明白吗？你就是不够认真，没有其他道理。三博士对神一点不认识，他就渊源者，一直跟，从波斯跟到耶路撒冷多远啊？骑骆驼要骑10几匹骆驼，对不对？很远的。开玩笑，对不对？因为你要下定苦功啊！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导读这么辛苦了，对不对？以前我们学开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住院医师第1年毕业就要开条盲肠，对吧？我们都要请总医师，因为平常白天的开刀都是主治医师在开，只有晚上没有主治医师才轮到我们这些住院医师开。那权柄在身上，就是总医师身上。很多人的总医师是很大的，这总司令都很大嘛，对不对？总医师其实就是住小医生的头了，就是这样子，就萝卜头了，就是，对不对？所以他呢在今天晚上有接到个电话说有条盲肠可以开了，有10几个医生，我给谁开呢？当然是谁送黄金乳香波药给他来嘛，对不对？就打电话给他来开嘛。发现有的人笨笨的，到了毕业还搞不清楚盲肠怎么开呀，对不对？开一套不够的，常常总医师讲话就要听啊，对不对？他没钱交水电费，你要帮他去交水电费啊，对不对？他孩子没人送，要去他接送孩子啊。以前我们做医生真的做这样子的，主人家有事情，对不对？今天没有人送他，我就送他回家啊。哪里像现在的医生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个传统观念不一样的，所以你学的东西会比较多啊，他会教你啊。对不对？你什么都不想学，我们那是抢的、啊，对不对？有盲肠哇抢的、啊。下班之前去急诊室看，按你的肚子痛不痛？按了几个，这个比较像，跟左一样。老总，第7床的急诊第1床很像，拜托嘛，对不对？我好久没有开了。真的诊断师的话，就教我们，痛的时候发作教我们。那总医师会怎么讲啊？他说拜托你好不好？不会的，再看看。对的，所以天祥下次有人拜托你导的就是看看，还轮不到你。对不对？下面20几个人在轮，什么时候了？插队就要给钱啊，对，要敬拜啊。这样子的风气，我跟你讲，你的读经才会进步，安慰吗？或者你害羞、你怕羞，我跟你讲，见神的时候你对神完全不认识，你要好好训练自己。口才不好才要训练，安慰吗？口才好也要练，对不对？我这次带大家读经啊，教会里面有100多人读经啊。我第3期开始，第4期，原班人马不动，引都本来是老师讲的，现在什么学生讲，今天有反弹，怎么反弹啊？哇，这个我们都不懂的，我们为什么读了就要默默出丑吗？
我不要来参加了，你看，要参加不要参加嘛。我做这个负责的带领敬拜的这个培训的，我该讲的讲了，你不要去，你不参加就不参加嘛，你不要开就不要开嘛，对不对？排队的开，你不要参加不要参加嘛，你将来不参加，对不对？你不要参加嘛，你这样做不行，你说太有个性了，这个不行。所以我还是要低声下气，写封信给所有的班长，就是说。这个第二次的导读是培训，让大家对圣经更了解、更成熟，跟别人讲分享的时候你更明白，但是不勉强。其实心里面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很想勉强你，你的生命会不一样。阿门。你没有人勉强，你的生命都在地上躺，都是婴孩，你长不大，你对神不认识，你遇到世界上困难，你会痛苦的不得了。对不对？有一件事情来就倒，要训练。你是军队的将士，打仗死的最多的是百姓，明白吗？军人很少。真正厉害的领袖，敌军的军火，这个炮火最强盛的时候，他不会派他御林军过去的，他都是派什么最差的军队去消耗他们的子弹。仇敌也是一样，仇敌也是一样，说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你的武功，你对神越认识，撒旦越没法吞噬你。你越弱，你就一定是最后 discover 里面讲的，一定是被狮子一定是最弱的人，这是被吃掉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读经，你越刚强，你越有本事，谁能够吃彼得、吃保罗呢？如果不是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谁都吃不了他们都自愿宣讲，对不对？殉道。所以殉道就是燔祭献给神啊。以撒要献给神，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几岁啊？113岁。这个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是100岁，献以撒的时候，我跟你讲过，他不是个孩子，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人，因为下一章就讲到他妈妈死了，对不对？30岁左右的亚伯拉罕是130几岁的人，以扫是30岁的人，130几岁的人想抓住一个人、绑住一个人，放上祭坛上，难不难啊？所以上祭坛必须要什么？自愿。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是自愿，谁能够让他上十字架呢？没有，还要自愿。所以我们做每件事，神不强迫，你要献给神，你必须要什么？自愿甘心，甘心。没有人可以强迫，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一定要甘心。但是当你献在祭坛上面的时候，这个就是今天那个 Apple 的祷告了，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弟兄们，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你们有所行，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圣洁。这是罗马书12章第1节的圣经。所以献祭要献自己，你不要献你的丈夫，不要献你的儿子，也不要献你的太太，也不要献你的牧师，也不要献你小组长，要献什么？献自己。我们常常的献别人，对不对？献牧师、献小组长、献长老，因为长老每次都是上去就下来，上去就下来，这不是自愿的嘛，对不对？我们要献自己，阿门吗？所以马太福音第2章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因为第3章就开始神的国要降临。我们但愿这个系统读下去，新旧约对照，你很快就整本圣经可以弄通了。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中午的时候，让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今天这边有神的爱，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荣耀。我们都是那个三国士，我们原本与以色列国是无份的，我们是也感恩之，但是因着我们愿意，因为我们看见神的光，我们跟随，我们摆上，我们敬拜神，就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个又正又活的神。但愿我们不要做祭司长，我们也不要做文士，我们更不要做虚律王，他们是抵挡神、冷漠神的一群人。
让我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主，你祝福圣杯小组所有来到面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读经，让我们导读，让我们敬拜更符合你的心意。没有一个人是不能成长的，我们都要成长，让越来越像基督。我们感谢你为今天的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导读的、放抛矿的、招待的、准备食物的、敬拜的，我们都仰望在主里面，求主你亲自祝福报答他们，让我们所有读经的11个小组都满有神的荣耀，让所有功能性的9个小组，我们都在功能性的小组里面，让吸引大多的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